传金马崙最先是这边，所以这个名字那时候他们用人工开路来在这边，它是用人工开的，来到这里很冷啊，又冷又有砾啊，所以叫冷砾，这个名字是这样來的。到底冷砾呢個名其實係咪真係好似傳說中咁樣嚟嘅呢？其實嗰個可能只係其中一個民間傳說。如果要講冷砾嘅歷史，我哋就一定要由金馬崙高原嘅由來開始講起。呢度嘅歷史係始於一位叫 William Cameron 嘅英國政府測量員。喺1885年，佢喺一次好艱辛嘅探險過程，意外發現咗呢片喺中央山脈海拔1800公尺以上嘅廣闊高原。雖然佢發現咗呢笪地方，但因為地形真係太險峻，之後嗰40年都完全冇開發過。直到1925年，英國殖民政府為咗幫身處熱帶嘅官員、士兵同埋家屬揾個避暑勝地，先至重新啟動開發計劃。當時由 Sir George Maxwell 主導大規模開發，將 Tanah Rata、Brincang 同埋 Ringlet 定為3個主要嘅 Mukim，規劃成英國人嘅 Hill Station。1929年，英國商人 J.A. Russell 喺冷砾附近嘅夏布創立咗波茶園，呢度係馬來西亞第一個高地茶園。佢嘅茶園陸續將印度南方 Tamil Nadu 省嘅勞工帶咗過嚟。1931年，塔巴通往高原嘅山路正式開通，冷砾就成為咗由塔巴路上山嘅第一個主要城鎮。亦因為有咗農業經濟活動，開始有人移居到山上生活。目前冷砾嘅名氣好似比 Tanah Rata 或者 Brincang 呢啲旅遊區細咗啲，但喺歷史同經濟發展上，冷砾絕對係舉足輕重。佢海拔相對低，大約1135米，氣候比較暖啲，所以成為咗成個高原種植蔬菜同花蕾嘅主要中心。呢度早期匯集咗好多華裔農民、印裔勞工同埋原住民。華人多數種菜，而印度人就多數喺附近嘅茶園打工。講到 Ringlet 呢個名點嚟，網上有好幾個版本，有人名，有地形，最得意嘅係蝴蝶嘅講法。相傳喺早期英國人嚟到嗰陣，喺山林見到一種帶有金色環狀花紋嘅細蝴蝶。Ringlet butterfly， 現代歷史學者就傾向認為係同地形有關，因為 Ringlet 係圍繞一個環繞嘅山谷入面，由高處望落去好似一個細環。但係呢啲都係當地民間傳說同口述歷史，喺正式官方文獻好難揾到相關記錄。呢次嘅製作，我哋喺網上揾到好多珍貴資料同照片，除咗來自 Imperial War Museum， 其他都係出自 Cameron Explorer。我來自高原同埋 WK Toll 嘅 Facebook page。今次我哋仲聯絡到一位當地嘅小紅書博主阿凱，感謝佢呢3日開車載我哋去咗好多拍攝地點，仲安排咗好多採訪。我哋亦從幾位老前輩口中慢慢了解冷砾嘅往事。由於有啲老前輩唔想出鏡，我哋都尊重佢哋，只係做咗錄音同埋筆錄。我小的時候就出生在Ringlet的，我的父親呢是種菜的。起初在金馬崙開發的時候，在Ringlet範圍呢有華人的2-3個大茶園的，王總結、東結、三葉亮。後來那個茶沒有下，沒有錢好賺，後來就慢慢關掉了，沒有。日本入侵馬來西亞的時候啊，就日本統治了3年8個月，英國人啊，在金馬崙啊，在馬來西亞有很多的抗日軍，他們用那個降落傘啊，降落那個武器啊、裝備啊，什麼東西什麼，在金馬崙在訓練那些抗日軍的，所以那個時候是抗日軍的奇蹟嚟嘅。日本投降了。英政府又到來了，共產黨要接管馬來西亞，英國政府不給他們接管，他們就反而轉回去抗英，跟英國對抗。
共产党抗英军的那势力很强，他就特别在这里训练了野战部队，跟共产党打。金马崙宣布黑旗，出入金马崙有那个兵车。就那个粮食上下，那个时候不能够带米粮啊、粮食啊，什么地方去菜园的，都不得忘了开个新市镇。那个时候经济发令，就开这个贸易号，跟我弟弟阿古做生意的。我们杂货店卖糖、米、油、盐，做杂货店要去那种干买米，每个人限定1个星期多少米，买米这样分配家人给买鸡油一煮了。后来到严重的时候不是买米大锅饭每个人不能够有米粮什么东西，在那边煮了以后，去那边拿饭一点点拿回家去。后来这个能力这个政府发展成了一个店，就全部要搬迁。有的人搬去甘榜拉家，有的人搬去巴刀利。我们只有4间店搬到人类，我一间，我弟弟一间，另外一间进化的，另一間那個小兄弟。拍攝期間，我哋去拜訪咗一位喺度土生土長嘅老居民，佢仲好自豪咁 show 佢架愛車俾我哋睇，係一架1981年行電油而唔係油屎嘅 Land Rover。我叫蔡文豪，今年81，金馬崙巴登威呢出世嘅，客人家人做梅園，係做菜園，見我冇做咯，退休咯，後輩在金馬崙後多客年老公婦年，見過邊位籌組年平白上嚟後多，見過邊位差唔多依講佢籌組村咯，後輩金馬崙冇咩潮州人噶嘛，幫尾潮州人嘅喺平巴打魚辛苦危險潮州人上嚟金馬崙種菜種到買啲新車翻去咁嘅朋友咪就介紹嚟金馬崙咯，因為金馬崙冇咁多風險佢哋打魚嗰啲新馬有風險嘅喎。嗰陣時我話嗰啲潮州人好勤力，我哋喺本地嘅咧就7、8點都未開工，我啲潮州人有時3點鐘菜都割好開去菜園，點着大光燈。以前呢度有多唔多人食野味㗎？野味有，第一個狗肉山豬肉嗰啲黃姜仔山牛咩叫黃姜仔？黃姜仔咪好似嗰啲叫鹿仔山羊咩都有呢度。山豬最多咯，森林大森林嚟嘅，老虎乜都有。見到老虎咪對我揸車，見到佢看來看佢都走㗎。之後我哋入咗去冷瀝新村周圍行下。名叫黃慶才。來自檳城，82年來金馬崙，我是潮州人來，這邊很多潮州人來。我們來的時候這個人力很多，那個背地就沒有這樣發展啦。我的太太的弟弟，他在這邊做了，他就拉我們過來來幫忙一下，我們就在這邊落根咯。新出來我有問過他們有幾百個人啦，華人多，印度人有一點點，馬來人有幾個。人力的村民有6000多個到7000個，年輕人大多數去外地找工了啦。過年有全部有回來很多，回來過年啦，過節。亦都拜訪咗阿凱住喺村入面嘅外公外婆。你大概幾多年嚟到呢度嘅？1975年咁樣啦，巴里本達，比拉州。做咩會過嚟嘅？呢度有家啲親戚喺度嘛，後尾就嚟呢度揾食咯，咪種菜咯。以前就好而家就冇咯。人別的人我名鄧日明、鄧志明，你咩名？用別的人你邊度學嘅印度話？我巴里本達細細撈埋啲印度人就曉講過咯。以前嘅生活係點樣嘅？但係都好艱難啦，過得兩餐食咯，就係咁幫手做下菜園咯。巴里本達你哋都係種菜㗎？唔係啦，我哋以前割豉用㗎。雖然冷瀝呢個鎮仔唔算大，但係設施都好齊全。呢度有警察局、診所、郵政局、鋪頭、
便利店、大會堂、有蓋巴剎、多元化體育館、宗教場所，仲有各源流嘅學校等等。我的祖籍是中國廣東普寧縣，也就是潮州人了。我現在已經是82歲了。1965到1967年，我在吉隆坡實訓教育。那麼1968年畢業以後，我第一間來學校上任的學校就是人力金馬崙華文小學。從1968年一直到1975年，我是當學校的教師。那麼從1976年到我退休為止，這24年呢，我是人力金馬崙華小，也就是這間華小的校長。由於我們的學校那個校舍是木板的校舍，當時的學生人數呢一直在增加。我來的時候是200多個學生，後來到我要退休的時候已經300多個學生了。這間學校呢一直以來了，在我退休以前呢，都面對着一個教室不夠的問題了。那麼教室不夠呢，我們就向政府申請了，得到政府的撥款，加上我們本地人的捐款，建了4間的教室。後來到1992年，我們又得到一筆政府的撥款，2萬的撥款，加上本地的家長、熱心人士的捐款，我們又多建了4間的教室。這樣呢還是不夠，我們繼續向教育部申請教室。那麼很榮幸的，在1999年，也就是我退休那一年，我們學校獲得政府40多萬的撥款來重建我們人力金馬崙華小的校舍，也就是現在我們見到的4層樓的教室。我們這間學校向來都有很多有族的學生，原住民的也有，馬來學生有幾個了，那麼加上印裔的學生也有幾個。很不幸的，到目前為止，我覺得我們的學生人數也是因為年輕人多數在外地就業，很少在本地。現在的年輕人的生產呢比較少了，都是生1、2個就不生了，所以這樣造成我們的學生人數應該是當然都會減少了，這個是難免的問題了。根據歷史記載，呢間學校係金馬崙第一間華校，由先賢、楊伯平、劉雲蓮同陳成興喺1936年創辦，當年稱為華僑小學，學生只係有7個人。學校經歷過戰爭，1953年改名為金馬崙華文小學，咁多年嚟培育咗無數人才。喺上世紀英殖民時代，呢度起咗好多英式tudor多風格嘅大洋房，其中一間喺冷瀝一個小山上。聽黃文榮老先生講，嗰陣係屬於 Won Brothers 嘅物業，而距離冷瀝大約2公里，蘇丹阿布巴卡水壩附近，亦有一間tudor多風格嘅 The Lake House 酒店。呢間精品酒店歷史好悠久，建造於1966年，1970年開業。以前個水壩湖水係好清澈㗎，可惜後來因為過度開發，積咗太多泥沙，湖水就變得好渾濁。講到金馬崙，農業係最核心嘅經濟命脈。喺距離冷瀝鎮大約10公里嘅夏烏波茶園，係全馬第一個高原茶園。呢個茶園喺1929年成立，根據 plantations 官網。呢個名係創辦人借用中國福建省武夷山個名，武夷嘅閩南話發音就係羅鄉，亦即係名茶大紅袍嘅原產地。目前呢個歷史悠久嘅茶園仲運作緊，亦對外開放，沿住一條稍為斜啲嘅石級路去到頂峰，就可以360度欣賞成個山谷美景。聽講金馬崙仲有馬來西亞罕有品種嘅火焰蝸牛，佢哋只係生長喺海拔1000米以上嘅雲霧森林裏面。由
波茶園行返去大路方向，有一家人種咗喺金馬崙好罕見嘅農作物柿子樹。我係金馬崙嘅第二代嘅種柿果嘅。我本身係福建人，照我所知，我嘅老豆係發現研究嘅時候係1970年已經開始種開嘅。種子以我所知係我嘅阿公已經中國攞過嚟試種，係個地質啱佢，應該邊度都可以種嘅。但問題佢最重要係佢嘅空氣，佢空氣一定係冷。柿係屬於高山嘅冷天嘅生果啊，一年就係打一次啫，8月、9月到10月過後，佢又會開始落葉噶啦。我柿子係摘嚟當生果賣咁樣啊。我冇攞去整柿餅啊？冇，因為我哋嘅數目冇咁大嘛。你整柿果咧，你就愛機械咯，你有焊機啊咩啊，你有一個數目你先可以整。我哋係一個小嘅菜園咁樣自己做下咁啊，自己賣下過個生活咯。你哋係咪全金馬崙最多啊？我哋先係嘅啦，亦都係先可以講係歷史嘅啦。將來亦都冇人應該會有種柿啊。大概係估數量有嘅，比我以前大幫應該有10頭8噸有嘅。不過而家我已經係縮細咗咯。柿樹咗可以 last 幾多年？佢係通常好似平常嘅柿咁樣嘅，係睇你點樣處理佢，點樣打理佢。係嗰個柿咧，照我所知，中國已經過百年都有應該。問題我哋金馬崙空氣啊，或者污染啊，大概30-40年佢會中病。壽命係差唔多55年左右咁樣啦。呢一幫柿咧係我阿爸開始種落嘅，我係屬於第二代噶啦。我係好想堅持守落去我阿爸嘅。即係有冇打算俾後代接手啊？有，係睇佢哋將來愛唔愛接手。之後，史先生兩公婆仲請我哋入屋參觀，淨係睇外觀，絕對估唔到呢間係咁有故事嘅屋。呢個係應該1930年係德國engineer 住嘅，佢響19碑做嗰個水電廠嘅。瓜拉窩 yes。So after 佢哋嘅 project， 佢嘅 hydro power station 做好咯，佢哋就已經contract冇開，佢哋就翻咯。呢啲就拍賣咯。我公嗰代佢就標賣開拆開搬上嚟金馬崙，係松媽係木嘅，呢啲係松媽木嘅屋嚟嘅。有廳佢有瓦蘭達啊，嗰啲鬼佬 style 嗰啲瓦蘭達啊，呢啲係嗰啲正式嗰啲靚木嚟嘅松媽，嗰啲幾十年噶啦，全間屋係木嚟嘅。冇落磚嘅，冇落咩紅木灰嘅，佢係木屋嚟嘅。呢個係我嘅老豆幫我老媽住，呢啲係股東屋啊，正式股東屋啊。退休之後嘅史先生兩公婆喺度安享晚年。牆上掛滿屋企人嘅相，非常溫馨。呢個係我嘅 family， 我一個仔一個女。最搶鏡嘅係一位戴住喉冠嘅人物，原來史先生媽咪後生嗰陣仲當選過太平鎮小姐。喺同一條波 road， 我哋仲參觀咗一片靠近溪流嘅西洋菜田。呢種菜需要好多水嚟種植。西洋菜源自歐洲、北非同中亞一帶，歷史上係由葡萄牙人帶入澳門，再傳入香港同廣東。因為係來自西洋，所以就叫西洋菜。見到幾個勞工喺度耕地，
阿凱話呢個動作叫洗地，係為咗準備下一次耕種。原來喺廣東、香港同澳門有一種傳統飲品叫西洋菜蜜，我最近係睇咗呢段片，先開始留意呢樣嘢。之後行到阿凱菜地嘅入口，呢度仲種咗一大片薄荷。我是土生土长的人力人啊，今年29岁。我的爷爷是1983年来的，我们是潮州人，我们算是比较后期来了啦。我的爷爷的话，就以前是在角头丹中边浪那边，他们是渔民来的。我爷爷是载鱼上来卖，然后后面比较顺了过后，他就在这边买下这幅地，就来发展咯，来金马崙做菜园咯。金马崙来讲的话，走不掉就是种菜、种花，有些就是做游客，或者是做运输。就我爷爷那代做了，就给我爸爸，主要是种叶菜为主，菜心、小白，因为我们会一直换的，一直换，不一定会种死一样的。可能有些人他会专注在种一种可能他们种豆，他们就一直长期种豆。可是我这边菜呢，它就不一定了。我现在目前菜有包菜、葱、芫荽、芥兰、芥菜可能下一期我现在也慢慢会转一点鬼豆、藤类的、果类的东西咯。我们都会种了，大多数的东西只是讲我们选择，也不一定有固定的东西，没有固定的 pattern 的。市场来讲的话，我们不一定会跟市场，因为市场 market 不知道它要什么菜的了，菜价很浮动了。这个屋子就我一出来就有了啦。以前就这边就我阿公、我爸爸妈妈。后来我们才搬出去人力街上，因为要读书的话就比较不方便。我那时搬出去街上住的地方离小学5分钟罢了，走路。目前来讲就只有我在金马崙，我哥哥在新加坡，我妹妹就在吉隆坡。以前我们一出生长大在菜园生活，我们整天可以吐那种某黑雾气出来，很冷的。以前真的很冷的，小的时候。后面慢慢金马崙就越来越不冷了啦，所以很多人上网 complain 讲金马崙不冷了，也是没有办法啦。慢慢陆续在开发，也是这种我们阻止不到这种脚步的啦。发展是global 的东西，要发展就一定是要付出这种代价的啦，我们也 control 不到啦。多数人讲到金马崙就是种菜跟旅游嘛，多数人会选择在上面。因为我们人力是第一个城镇，它是人力、Tanah Rata、Prinjang、Kiafam、Pingkap、Kuala跟Kampung Raja， 然后就下回新班坡来了的。因为我们这边其实可以讲是第一站，比较少游客会来这边，多数人都会选擇在 Prinjang 那一帶。現在慢慢會比較多人會出來做一些生態的旅遊啦，不但魅力會比較多，人力的話還是會比較欠一點。喺阿凱幫手溝通下，我哋仲街訪咗一位司機。Saya sini sudah dekat 40 tahun lebih lah. Rumah sekarang Tapah. Oh, Tapah. Tetap pagi you naik sini ya? Naik sini. Pasal dulu sini. Tapi selalu hujan, pokok runtuh. Jalan tak boleh, susah. Orang India sini kerja apa biasa? Biasa bawa lori ada, sayur ada. Kerja sayur sana. Kebun ada kerja. Kita angkat bunga Cameron Highlands dekat Kampung Raja. Sampai Ringlet. Terus angkat pergi Singapura. 相信咁多年嚟由大巴路上山嘅遊客，一定見過冷瀝鎮入口嗰4個好突出嘅金漆大字國泰民安。小山坡上嘅神廟就係寶善堂。由於從事教育，認識了一些家長，同時呢，我信仰是道教啦，因此呢，在本地看到有一間叫做保生大帝的廟宇。所以就來參加了這個廟裡面的一些事務。由於信仰的關係，我就和這個寶善堂結了緣。那麼寶善堂呢，正式的創立是在1954年了，所以寶善堂現在已經有72年的歷史了。那麼寶善堂初期呢，只是供奉這個叫做保生大帝啊。
保生大帝应该是客人供奉的主要神明。那么这个保生大帝来到这个地方是大概1960年，本地的那些善长人翁啊，他们自己去筹款，然后得到当时的政府的同意，在这边开辟了一块地，建了这个庙。那么建了这个庙以后呢，很多的本地啊，或者金马崙，甚至外地的那个善信到来拜拜。保生大帝以前是一个医生来的，他有一个故事很特别。听说他做医生的时候啊，不是西医了，是中医的时候呢，甚至有一只老虎生病了啊，保生大帝他曾经把这个老虎医好了。后来呢，这个老虎变成他的坐骑啊，这样的故事，那么一直流传到现在。我们的神诞1年有6次了，那就是农历正月初9的祈福摄太岁，2月19的观音诞，3月15的大地公诞。大地公诞的时候，我们还有给善信来插这个龙香啊，所以大地公诞是一个非常大的神诞。然后到6月19一个观音诞，后来又到9月19也是一个观音诞。这个观音诞也是比较隆重的一个观音诞呢。那么观音诞的时候也是有给那个善信来插这个龙香。那么在观音诞的时候呢，我们还另外有办一些那个节目啦，比方说那个歌唱比赛啦，或者大戏啦，那个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最近呢，因为这种大戏的来观赏的观众很少，所以我们改成歌唱比赛，比较简单。还有一次，最后一次是农历12月15的还父，或者是送太岁。我们知道有一个这样很会画壁画的，那么当时的理事会主席是陈木松啊，他的弟把他邀请过来帮忙我们画这个神庙啊。墙壁四周围把它画上了壁画，现在我们看来才有这样漂亮的壁画了。那个吴风光，那个是平原的了，太平那一带的霹雳州的。那么他来画了以后，也得到本地的善信他们报效的，每一幅画他们都是我们善信出钱请他来画的。这样一画也经过了20多年了。这个是。以前才有用到这个签，现在的人呢都很少来求那个签，求到那个签要有人去解读那个签，我们没有这样的人來解讀那個簽，所以現在都是好像有存在，不過很少人來求這個簽了。喺冷的繁忙嘅大街，仲有一間好搶眼嘅印度廟，供奉住印度教嘅戰神 Murugan。Saya orang dari Karat. Saya kawin mari duduk sini sudah 35 tahun. Masih kerja juga, ada kebun sendiri mah. My husband sini punya orang, dia umur 70 tahun sekarang. Dia cakap mak bapak dia punya ada jam pun dia cakap temple ni ada. Tapi kecil lah. Tak besar macam ni lah. Baru sekarang dia orang buat renovation semua. Kami duduk di sini kenal semua orang, lebih kurang 70% lebih Chinese ke, Malaysia ke, Indians ke, semua kenal punya orang. My husband's grandfather all from Tamil Nadu come working in both state there. The British time lah they all coming here working here. 1 month got 1 day, the special day for Murugan. Got the 1 prayers for this Murugan. We all the ladies all coming here cooking. 而隔咗條大路。對面仲有另一間唔同風格嘅印度廟，因為當時冇人喺度，所以唔知間廟個故事。如果有觀眾知道，記得喺留言區話俾我哋知，等大家可以長下知識。喺冷的新村尾，仲有一間字體好大、好吸睛嘅阿羅清真寺。除咗冷冽嘅宗教場所，喺 Ball Road 仲有一間供奉福德正神嘅大伯公廟。
我是海南人，是我的名字叫韩方年，都是讲华语多，跟我父母就讲海南话。做咖啡店啊，我跟我父亲做了60年。海南人多人吗？这里？这里没有到家，以前就多，现在少了。以前很多是在摸做工的那种女人，摸estate啊，现在全部去世了，年轻的不做了。海南话最 famous 的那几句是讲什么？讲南我的南，归我的归哦。这2个粉呢，一个是冬粉掺米粉，一个是瓦蛋板面，全马没有人炒的，这里我会当过了。食飽之後，我哋就喺街場周圍行下，睇下各式各類嘅鋪頭。有啲鋪頭外面仲保留住以前嗰種舊招牌設計，令人感受到嗰份年代感。呢度嘅街坊好大方，好健談，而且從周街都可以見到牛油果。之後，我哋行入咗一間充滿故事嘅小型茶室。我係 John 啦，姓Han John Han，海南人。你間店叫咩名其實？吳少姨 coffee shop。我阿公係1950年認過嚟嘅，之前咧就係戲未起嘅時候咧，就係一個碼頭嚟嘅。我嗰陣識嗰啲茶園啊，嗰啲茶佢哋咁樣飄出嚟，響呢度碼頭咁樣上落呢啦。我接手正話最近10年啫。我吉隆坡做工嘅。吉隆坡退休咗翻嚟啦。中意呢度啊，環境好啊。呢間係屬於政府嘅，係government district office 嘅。顧家兵都有住過，嗰陣係50年代咯。你辦呢沙，你睇好似有房咁樣噶嘛。After that 就變咗係 district office。Then after that 差唔多50年幾嗰陣，佢又俾咗馬華。之前係有做包嘅。MCO lock down 咗係咪？所以工人又冇做咗，所以我就賣下茶咁樣咯，賣下燒麵包咁樣咯。周時嚟呢度。幾多年咯？你飲茶？冇形冇常嘅。得閒就嚟，唔得閒就冇嚟。嗰陣時我應該冇搞錯，7歲到家咯。依家76。以前工錢去到幾多？工錢啊，以前嘅工錢啊。我哋摘茶就咗4蚊，1960幾啦，70幾啦。以前有唐人種茶嘅，有，而家係冇咗啦。冇咗，個周街茶園啊，個神發啊。喺 DIY 門口有一檔下晝6點先開始營業嘅nasi lemak，雖然睇落去平平無奇，但係食過真係令人難忘。特別係佢哋嘅炸雞，我哋甚至連續食咗2日，好似想用味覺去記住呢個地方。臨走嗰日，我哋去咗阿凱嘅菜地，仲喺佢隔離鄰舍嘅菜園摘咗啲市面上好少見嘅蘆筍豆。阿凱仲送咗一箱蔬菜俾我哋帶走，嗰份熱情同心意會記喺我哋心裏面。真正走入佢哋嘅生活，先至會睇到每一片綠葉背後，其實都係日曬雨淋嘅堅持，同埋一啲不為人知嘅辛酸。如果想支持我哋，只需要按 Thanks 謝謝按鍵，之後選擇你想資助嘅金額，寫低留言，再按 Buy and Send， 咁就 OK 啦。多謝你嘅支持。如果喜歡以上內容，記得 subscribe、like 同埋 share 出去。多謝觀賞。